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3月26号，比特币价格目前还在$28,000附近缩量整理。昨天视频是有跟家人们分享到一些中线买点的技术知识，或者今天视频再来跟家人们聊一下，下一次比特币波段的买点，我们还可以利用哪一些技术指标来参考，或者是目前比特币在波段里面判断了有几天，它有可能是在箱体震荡。那目前箱体里面4个小时的形态，跟上一波箱体4个小时的形态，还有哪一些知识点值得我们去借鉴的？或者短线最近也是跟大家讲，你不然就等我推特上面的一些程序信号，比如说比特币在23号的时候，当时是给了一笔27000的多单，后面是涨到28000。我也是希望朋友们你短线尽量速度偏快一点。其实25号再给了一笔程序的多单27000。我的观点也是一样啊，你就尽量给我快一点，因为目前是在箱体震荡，或者是你可以平仓一半留一半，反手设成你的一个成本位。至于是什么原因，等下来跟大家讲。主要就是4个小时里面它目前是没有趋势啊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或者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然后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把你拉进危害币组，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目前的价格。它这几天的 K 线其实是很无聊啊，动不动来一个多方吞噬，或者是一个空方吞噬，或者又来一个多方吞噬，又来了一个空方的吞噬，还是说插入线都可以啊，无所谓。其实判断就是箱体震荡啊。然后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一根 K 线的时候是有跟大家讲，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开始缩量，量在退潮。如果要短线操作，所以也是建议朋友们短线速度尽量快一点啊。其实还有一些原因，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4个小时。那么再来讲一下昨天有提到的一些波段的知识。我是判断有没有可能这一次 KD 会被破80，现在已经是破80，因为它如果在横盘的结构下不继续攻，这个 KD 有可能就类似上一次的这个位置。它在横盘的时候，这一次是更提前啊。就是横盘结构的情况下，你看到 KD 破80的时候，那我们要找买点，就尽量找整个中线的买点，有没有可能来到50附近，会不会有买点？但是上一次这个位置不是在50附近出的买点啊，因为它把矩形箱体给破，它的买点是在这个20附近，所以目前的位置要指望它在50附近有没有买点，也不是很确定啊，因为还有一个观点是这样子。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讲到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5跟10已经是谈不上一个支撑跟压力，它随时都可以破，也可以随时都在往上去反啊，因为目前就是在震荡。如果是一直横在这边，也是不排除会把这个20枚给拉偏。那目前到底是为什么在这个位置震荡？相信整个市场应该都有看到啊，就之前有跟大家讲过的几个压力位，比如说去年的6月份，当时这个位置破的时候，我们连一条直线过去，它在21年5到7月份的这个位置是底部区间有一个压力，然后在21年初的时候，这个位置是美联储有预期开始要加息的一个位置，所以目前整个中线遇到的一个压力，它就是因为去年的这个低位，我们拉进来观察，它这几根 K 线收盘跟开盘的这几个位置，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，从这一根 K 线开始破位，它的一个支撑区就变成一个压力位，就是贯穿整个1年多的压力，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，不管是在28000还是说29000，上面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，包括这个黄金比例，如果我们从48000连到这个15000的底部，目前的话大约是在28000附近有一个压力区，虽然有几次是收盘站上去了，但是到现在目前收盘还没有站上，所以我个人的一个观点，就我们去观察它这一个20的 MA 到底会在这个位置拉成一个走平的结构吗？如果是走平的一个结构，我们去观察一下，上一次在这个位置也是因为20 MA 形成一个走平的结构，它后面破位的时候，买点就不是在这一个50的一个 KD 啊，有可能会不会来到20的附近，也是不排除有可能。所以短线我们尽量就观察它，如果最强势的一个情况下要上涨，必须要赶快放量，特别是突破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必须要放很大很大的一个量才可以啊。如果是看这种的量根本就不够，或者是看这种的成交量有可能也不够，至少要有这种大量的一个级别突破的时候有可能才会够，甚至是上一波这种拉升的一个大量有可能才会够。
然后波段的买点，我想再跟大家聊一下，比如说这个 DMI 指标啊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前面几波波段开始起涨的位置 ，DMI 指标有哪一些现象？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，有几次波段起涨的位置，它 DMI 指标都是这一个绿色的这条线交叉这个红色的线，绿色的线交叉这个红色的线，有可能就是一个波段要开启。所以现在看到的一个现象是，它其实盘是在震荡，这两条线目前还是有可能就是在震荡。那历史更早之前的一些位置有没有参考性？其实参考性是非常的大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在去年2021年10月份到9月份的这个位置，是不是就是这两条线开始交叉的位置？这边就是波段开启，包括这个位置底部整理到位以后，它这一个绿色的线跟这一条红色的线开始交叉的位置，这个位置也是很重要的买点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判断整个波段买点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目前它的一个布林线啊，布林线有几次冲上轨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讲，我们尽量观察，有可能冲上轨它会回到这个轨道内。那现在它其实日线它目前还是有趋势的，不过它现在这一个 KD 值是回到80下方，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，有几次比特币在这种这一值接近0附近的时候，它一般都会有一个短线的一个差价给我们，所以朋友们也可以去观察一下，如果短线我的程序没有信号的时候，你可以去观察它这一值有没有可能来到0附近的时候，有可能一般有几次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买点啊。这一次也是一样，就是2万的位置，但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给我重仓啊。到现在的话，其实你就继续给我报，包括之前的一些位置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。比如说当时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的时候，跌到这个位置，它也是这一值来到0附近的时候，有几次基本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低点的一个买点，不管是短线的或者是像这种波段的，也都是很重要的买点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一个布林线啊。也是为什么希望大家，如果你短线要操作，我的建议就是你尽量给我平快一点，因为4个小时布林线目前没有趋势啊，它是上轨跟下轨基本上就是横向的一个结构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朋友比较关心的4个小时的一些 MACD 的技术形态，它其实目前都没有出现背离啊，就感觉这一个柱状好像每一次有在缩小，这个位置是相对比较大。然后就这几天在整理的时候，这个柱状开始有一点在缩小，也是可以这样子来观察。不过我个人一个观点是，它价格没有破这个低点啊。如果是这个低点破了，那这个柱状在缩小，有可能也是说明柱状是有在背离。那现在好的一点是，它目前这个 MACD 是在0轴，所以0轴也是多空的一个平衡区。就这2天哦，看刚刚的布林线也是观察出来，目前是在横盘的结构，到底会不会做一个方向的选择？要上去就类似我跟大家讲，必须要放量才行啊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这个哈根阿喜指标，其实很明显的观察这一波上涨是非常的爽啊，但是来到这个位置，现在开始已经也是因为这个哈根阿喜目前是没有趋势啊。然后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重点啊，也就是4个小时它的丝绸线。上一次在这个位置2万开始突破以后，整波井喷的走势就是从来没有踩过这个丝绸线的60 EMA 啊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已经是1次、2次、3次。那这个位置我觉得应该是要做一个方向选择，最好是能赶快放量给我突破。如果不放量，也是要留意一下它会不会破这一个丝绸线的趋势。但是破的话，我个人的观点还是一样，它整个中长线趋势还是向上的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一波，也是比特币在1月份这一个波段非常的强势啊，这个丝绸线根本就没有走过一个空头排列的结构。1月份的时候一直是在多头排列的，然后它来到这个高位的时候，也是因为它开始箱体震荡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这边测了1次60的一个 EMA，2次，后面它开始这个位置上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这边量能有跟上来吗？量能是在缩的，所以目前的一个位置，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这样子，整理到位，你要往上突破，量能必须最少是要这种量能。不要看到明显的这种缩量的结构，你再突破，那有可能我们就尽量要小心点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。